西班牙的牧羊少年连续2次做了一个相同的梦，于是他就找到了一位算命的吉普赛老妇人去解梦。男孩说道：“我梦见了我和羊群在一片草场上，这时来了一个小孩和羊群玩耍。我不喜欢别人逗我的羊，他们害怕生人，但是小孩子往往能和羊混在一起，而不让羊受到惊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羊怎么会认识人类的年龄？”老妇人说：“接着说你的梦，我的炉子还在锅上呢。再说了，你只有那么点钱，不能把我的时间都占了。”男孩继续说道：“那小孩跟羊又玩耍了一阵子，表情有些不自然。突然间，他抓住我的手，带我去了埃及的金字塔。”男孩停顿了一下，想看看老妇人是否知道埃及金字塔。然而，老妇人沉默不语。为了让老妇人听得明白，男孩缓慢地重复了这几个字：“是埃及的金字塔。”那小孩当时对我说：“假如你来到这儿，你将会找到一处隐秘的宝藏。”就在他要把宝藏的具体地点告诉我时，我却醒了。2次做梦都梦到这儿。老妇人继续沉默，片刻后，她重新抓起男孩的手，仔细查看起来。老妇人开口道：“目前我不收你任何费用，但是如果你找到的那些财宝，我想要其中的1/10。”男孩笑了，他很开心，仅仅由于那个梦涉及财宝，他眼下就不必破费了。老妇人大概是个吉普赛人，听说吉普赛人都很蠢。男孩说：“那么你解释一下我的梦吧。”“你得先发誓把财宝的1/10分给我做交换，我就给你解梦。”男孩发了誓，老妇人又要他对着耶稣圣心像重复了一遍誓言。老妇人说：“这个梦是用程式的语言，我可以解这个梦，但是解释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你把找到的宝藏给我一份是理所应当的。这个梦表明你应该前往埃及的金字塔。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过金字塔，不过既然是个小孩让你看到它，那么金字塔就一定存在，你会在那里找到一笔宝藏，然后变成富翁。”男孩感到有点意外，然后又很气愤。要是为了这样一个解释，他根本没有必要来找老妇人呀。好歹他最后想起来自己不需要交任何钱。他说：“我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来听这样的解释呀。所以我先前就对你说过，你的梦非常难解，简单的事情往往是最异乎寻常，只有智者才能看透，而我又不是智者，所以必须有其他的能耐，比如看手相。”男孩接着问道：“那么我怎样才能到埃及呢？”“我只管解梦，不会把梦变成现实，因此我只能靠女儿养着我。”“那如果我到不了埃及呢？”“那我就拿不到酬金了，这是常事儿。”之后老妇人没再说什么，她让男孩离开，因为他在他身上花费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圣地亚哥失望地走了，他决定永远不再相信梦。想起还有几件事需要去办，他先去商店买了点吃的，又用手上的书换了一本更厚的书，然后坐在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品尝刚刚买来的新酿的葡萄酒。那是个大热天，葡萄酒使他的身体凉爽了点，其中的奥妙令人费解。羊群留在了城门外，关在了他新结识的一个朋友家的羊圈里。在那一带，他认识很多朋友，这正是他喜欢云游四方的原因，因为总能结交新的朋友，而且不必天天跟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我们每天都得面对同样的面孔，就像之前在神学院里那样，那就会渐渐的让那些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由于他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就想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那他们就会不高兴因为对于别人该怎样生活，所有的人都有固定的观念，但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该怎样生活却是一头雾水。就像那个给人解梦却不会把梦变成现实的老妇人。他决定等日头落一落，再领着羊群继续赶路。再过3天，他就能见到那个女孩了。于是他就开始阅读那本从塔利法的神父手里换来的书。这是一本很厚的书，开卷的第1页讲的是一场葬礼，人物的名字十分复杂。男孩想倘若有一天我来写书，我就只写一个人物，好让读者不必费心去记人名，
男孩慢慢地将精力集中在书上，这书读起来很舒服，因为讲的是一场在冰天雪地里举行的葬礼。虽然坐在烈日下，竟然也能感到有些寒意。这个时候，一位老人在男孩身边坐了下来，开口与他搭讪。老人手指着广场上的人问道：“那些人在做啥？”男孩装作专心读书的样子，冷淡地回答：“在工作。”而实际上他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在那商人的女儿面前剪羊毛，好让她亲眼目睹自己有多么能干。这场景他想象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是他向女孩解释剪羊毛要从羊屁股往前剪。女孩听了佩服得要命，他还准备了好几个有趣的故事，好在剪羊毛的时候讲给女孩听。大部分故事都是从书上读来的，不过他讲起来仿佛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正他不会知道真相，因为他不识字。但那老人不肯罢休，说自己疲惫不堪，口干舌燥，想请求男孩给他一口酒喝。男孩把酒囊给了老人，心里想，也许这样一来老人就会消停了。可是呢，老人似乎打定主意要跟男孩聊天。他问男孩看的是什么书。男孩本想离开，不再理老人，但是父亲曾教育过他要尊敬老者，所以呢，他把书伸到老人面前。这么做有2个原因：第一是他不会念那个书名；第二，如果那老人也不会念，就会自动的走开，以免尴尬，对吧？老人翻来覆去的看着书，搞得好像书是个很奇怪的东西。然后老人说，这本书很重要，但是他读起来很乏味。男孩有些惊讶，没想到老人居然也识字，而且还读过这本书。如果书真像他说的那样乏味，现在拿去换另一本还来得及。老人接着说道，这本书几乎和所有的书一样，讲的是同一个道理，那就是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他要使大家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男孩吃惊地问道，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老人说，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命运主宰了我们的人生，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男孩回答道，这种事情没发生在我身上，别人希望我成为神父，而我却决定当个牧羊人。老人说，这样最好，因为你喜欢云游四方。他居然猜透了我的心思，男孩想。老人翻阅着那本厚厚的书，丝毫没有要归还的意思。男孩注意到他的衣着有些奇怪，像个阿拉伯人。这种情况在本地并不罕见。哈利法距离非洲北部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去那里只需要乘船渡过狭窄的海峡。城里经常出现阿拉伯人，他们来这儿购物，每天都要做好几次奇怪的祷告。先生，您是哪儿人？男孩问道。我是许多地方的人。男孩说，没有人能够是许多地方的人，我是牧羊人，到过许多地方，但是我只属于一个地方，那是一座古代城堡附近的小镇，我就出生在那里。老人说，那么你可以说我出生在撒冷。顺便说一下，这个撒冷是源于圣经里面对耶路撒冷的古称。好，我们继续。男孩可不知道撒冷是哪，但是他不想刨根问底，省得因为无知而尴尬丢脸。他望着广场，待了片刻，人们来来往往，行色匆匆，似乎都非常的忙碌。男孩想套出点线索来，就问道，那现在撒冷怎么样呢？老人说，跟往常一样。但是这说明不了什么。不过男孩明白，撒冷肯定不在安达卢西亚，否则他早就知道了。男孩又问道，您在撒冷是做什么的呢？你问我在撒冷是做什么的？老人第一次开怀大笑了起来。告诉你，其实我就是撒冷的国王。男孩心想，人们总会说出一些刁钻古怪的事儿，有的时候最好与羊群为伴，羊群不声不响，只顾着吃草喝水。与书为伴也行啊，书总是在人们最想听故事的时候，告诉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可是呢，当人与人交谈的时候，有些人说的话总会让我们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样再把谈话继续下去。老人说，我叫麦基喜德，请问你有多少只羊？顺便说一下，这个麦基喜德是圣经当中撒冷的国王，上帝的祭司。
好，我们继续。看起来老人很想了解他的生活，于是男孩回答道：不多不少。老人说：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既然你认为你已经有足够的羊，那我可没法帮你了。男孩生气了：我又没叫你帮我呀，反而是你来主动跟我搭讪的，还跟我要酒喝，还来翻我的书。于是他就对老人说道：那你请把书还给我吧，我得去找我的羊群，然后继续赶路去了。老人说道：你把你1/10的羊送给我，我就告诉你怎样找到宝藏。这个时候男孩又想到了那个梦，忽然之间一切都明朗了起来。吉普赛老奶奶没有收取任何报酬，但这个老人却想用一个子虚乌有的承诺从我这弄走更多的钱。说不定他就是那老太太的丈夫，大概也是个吉普赛人。可是呢，未等男孩开口，那老人便俯身拿起一根木棍，开始在沙土地上写字。当老人俯下身去的时候怀里有个东西闪烁了一下，发出的光芒如此强烈，晃得男孩根本就睁不开眼睛。但老人迅速地用披风遮住了那个耀眼的东西，那个动作之快像他这把年纪的平常人绝对做不出来。几秒之后，男孩的视觉又恢复了正常，能够渐渐地看清老人所写的字了。在这座小镇上中心广场的沙土地上，他看到了自己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看到了自己走过的人生路，童年时的嬉戏玩耍，神学院里的寒夜青灯，还看到了那个女孩的名字，这是他原先不知道的。男孩还看到一些自己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的事情，比如有一次他偷了自己父亲的枪出去打梅花鹿，还有他第一次独自一人的性体验。老人说：我是耶路撒冷的国王。男孩极为亲近而腼腆地问：为什么一位国王要和我这样的牧羊人交谈？有好几个原因，不过咱们先说最主要的，那就是你已经能够完成你的天命了。男孩不知道什么是天命。老人说：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儿。人一旦步入青年时期，就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天命了。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一切都是那么的明朗，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人们敢于梦想，期待去完成他们一生之中最喜欢做的一切事儿。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企图开始证明根本不可能实现天命。老人说的这番话对男孩来说意义不大，但是他很想知道什么才是那个神秘的力量。这是马上要讲给女孩子听的女孩子她肯定会听得目瞪口呆。老人说，那是表面上看起来有害无益的力量，可是呢，它却实际上在教你如何完成自己的天命，来培养你的精神与毅力。因为在这一颗星球上存在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就是不论你是谁，不论你做什么，当你渴望某种东西的时候，最终一定能够得到。因为这个愿望来自于宇宙的灵魂，那就是你在世间的使命。男孩问道：就连云游四方也算吗？还有跟纺织品商人的女儿结婚也算吗？老人回答道：寻找宝藏也算。因为宇宙的灵魂是用人们的幸福来滋养的，又或者是用人们的不幸、羡慕和嫉妒来滋养的。完成自己的天命是人类无可推卸的义务，万物皆为一物。当你想要某种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的力量会合力协助你实现愿望。他们沉默地待了一会儿，望着广场上的人们，还是老人首先打破了沉默。你为什么要放羊？男孩回答道：因为我喜欢四处游荡。这个时候一个卖爆米花的小贩把他的红色小车停在了广场的一角。老人用手指着那个人说：那个卖爆米花的人他小的时候也总是想着出去游荡，可是呢，他就选择了买了一辆制作爆米花的机器，年复一年的攒钱，等到年老的时候，他会到非洲去待上1个月。可是呢，他从来就不明白人们总是有条件随时随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应该选择去当一个牧羊人男孩把心里想的话大声说了出来。老人说，他曾经也想过去当牧羊人，可是呢，
卖爆米花的人比牧羊人更有地位，因为卖爆米花的人有房子住，而牧羊人只能露宿野外。人们宁愿把女儿嫁给卖爆米花的，也不愿意嫁给牧羊人。男孩想起了那个女孩，心中有一阵刺痛。他居住的镇子上应该也会有卖爆米花的。老人继续说，总之人们更重视对于卖爆米花的人和对于牧羊人的看法，甚至超过了对天命的重视。老人接着翻看着那本书，心不在焉地看着其中的一页。男孩等了一会儿，随后便以老人先前对待他的方式打断了老人的阅读。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事儿？老人说，那是因为你本来准备去实现自己的天命，可是差一点就要放弃了。男孩问道，您总是在这种时刻出现吗？老人说，一向如此，但是不见得总是以这种方式出现。有时候呢，我的方式是一条好出路，一个好主意，还有时候我会在关键时刻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容易，诸如此类，就像这样。不过呢，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察不到这一点的。老人接着说，他上个星期不得不变换方式，以石头的面貌出现了在一位矿工面前。那位矿工掏家舍业的去寻找绿宝石，在一条河边干了整整5年。为了找到绿宝石，他敲开了99999块石头，还剩下1块石头，只差那1块石头的时候，他就能发现他要找的绿宝石了。恰恰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矿工打算放弃了。这个人为了实现天命，已经牺牲了一切，因此呢，老人决定帮他一把，就变成了一块石头，滚落在了矿工脚下。白白浪费了5年青春的矿工，带着积蓄已久的绝望和愤怒，捡起那块石头，朝远处扔过去。那一扔的力量极大，那石头砸在另一块石头上，竟把另一块石头砸得爆裂开来，砸出了世上最美丽的一块绿宝石。老人眼中露出了一丝苦涩，说道，人们其实很早就学会了生活的道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早早地放弃了。世界就是这样的。男孩突然想起了这次谈话的起因是关于隐秘宝藏的话题。老人说，财宝可能被水流冲出地面，也可能被洪水掩埋地下。不过呢，如果你想知道那批财宝的下落，就必须把你羊群之中的1/10给我。把宝藏的1/10给你不行吗？老人看起来很失望，说道，如果东西还没有到手你就先许诺于人，那你就不会积极去争取了。男孩说，那我已经答应了把那宝藏的1/10给那位吉普赛老奶奶了呀。老人说，吉普赛人都是机灵鬼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它让你明白了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正是光明斗士意图教导人们的。老人把书还给了男孩，对他说，明天还是这个时辰，你把羊群中1/10的羊带来给我，我会告诉你，你怎么样才能够找到那笔宝藏。再见吧。随后呢，老人消失在了广场的一角。男孩本来还想接着读那本书，可是再也没法集中精神了，他心里乱哄哄的，根本放松不下来，因为他明白了，那老妇人说的是真话。他走到卖爆米花的小贩面前，买了一包爆米花，心里正在寻思着，是不是应该把刚刚老人说的那些话告诉小贩，但是有的时候最好还是让事情保持原样。想到这儿，男孩便没有开口，因为如果他说出来，这个卖爆米花的小贩将一连3天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放弃掉现有的一切。可是呢，他早就已经习惯了现在朝9晚5的工作了。男孩不想让卖爆米花的小贩左右为难，于是呢，他就在城中漫无目的地走着，一直走到港口。港口有一座房屋，房屋有一个窗口，有人在窗口卖船票。而梦里出现的埃及呢，就在对岸的非洲了。售票窗口里的人问道，你要买船票吗？也许明天吧，男孩说着走开了。只需要卖掉1只羊，他就可以到海峡的对岸去了。这个念头吓了他一跳。见男孩离开了，售票窗口里的人对着他的助手说，又是一个穷鬼，他根本就没钱去旅行啊。
在售票窗口前的时候，男孩想起了他的羊群。这个时候他有些惧怕回到羊群身边，因为过去了2年中，他学会了牧羊人所有的诀窍，学会了剪羊毛，学会了照顾怀孕的母羊，以及如何对付野狼，保护羊群。他很熟悉安达卢西亚所有的原野和牧场，了解每一只羊买进和卖出的公平价格。他决定绕最远的那条路返回朋友家。这个城市也有一座城堡，他决定沿着石头上的斜坡爬到城堡的一段高墙上去坐坐，从那上面他可以望见非洲。有一次别人告诉他说，当年摩尔人就是从那边来的。许多年间，几乎整个西班牙呀都被摩尔人占领了。男孩很讨厌摩尔人，因为吉普赛人据说就是他们带来的。在高墙上面也能看到城市的大部分，包括他刚才跟那老人交谈时所在的广场。这次遇到老人可真不是时候啊，男孩想。因为这次来的目的呢，仅仅只是想找那位会算命解梦的老奶奶。男孩是个牧羊人，可那老奶奶和那老人全部都拿这个事实不当一回事儿。他们形单影只，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不明白牧羊人最后的归宿是与他们的羊群相依为命。他熟悉每一只羊，知道哪只羊瘸腿，哪只羊2个月后会下小崽儿，哪只羊最不愿意走路。他还知道怎么样剪羊毛，怎么样宰羊。如果自己决定离开，羊群肯定会受罪的。起风了，男孩很熟悉这种风，因为人们将其称为地中海东风。当年啊，异教的乌合之众就是乘着这种风来的。在来塔利法之前，他没有想到非洲竟然近在咫尺，这可是个巨大的隐患，因为摩尔人完全可以再次卷土重来。地中海东风越刮越猛，面对着羊群和宝藏，我现在真的是进退两难呀，男孩想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和很想得到的东西之间，他必须做出抉择。还有就是那个商人的女儿，不过他不像羊群那么重要，因为他并不依赖自己，说不定他都不记得自己了。男孩敢说，如果2天后他没有出现，女孩也不会有感觉，因为对女孩来说，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实际上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是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美好事物的敏锐察觉。可是呢，只要有明媚的阳光，人们的生活之中啊，就会出现美好的事物。我离开了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有我家乡的城堡，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连我自己也习惯了。羊群没有我也会习惯的，男孩这么想的。他从城堡上朝广场走去，那小贩还是在原地卖着爆米花。一对年轻的恋人在先前他和老人聊天的那个长凳上坐了下来，长时间的拥吻。男孩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卖爆米花的人就没有再说下去了，因为一股强风扑面而来，地中海东风刮得更加猛烈了。这种风曾经带来了摩尔人，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它也带来了沙漠的气味，带来了蒙着纱巾的女人的体味，还有男人的捍卫和梦想。他们离开了家乡，去寻找宝藏、黄金、奇异的经历以及金字塔。男孩面对着自由自在的风，羡慕之情油然而生。他意识到自己呀，也可以像风一样自由，什么也不能阻止他，除了他自己。羊群、商人的女儿和安达卢西亚的大地，只不过是他在达成天命途中留下的足迹罢了。第2天中午，男孩又遇见了那位老人。男孩如约带去了6只羊。男孩说，出乎我的意料呀，我的朋友立刻就买下了羊群，还说他一直都想当牧羊人，这是个好兆头呀。老人说，事情往往如此，我们把这称作良好的开端。第一次打牌多半会赢，这就是新手的运气。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生活希望你去实现自己的天命。接着呢，老人开始检查那6只羊，发现其中1只是瘸腿的。男孩解释说，瘸腿并无大碍，因为那是最聪明的1只羊，而且呀，羊毛产量极高。男孩问道，宝藏在什么地方呀？
在埃及金字塔附近。男孩吓了一跳，因为那吉普赛老奶奶也是这么说的呀，但她没有收任何报酬。老人说，你要想到达那里，就必须循迹而行。老天爷为每个人预示了应该走的道路，你只需要看懂老天爷给你的预示就行了。男孩正准备开口说话，但还没有开口，就飞来了一只蝴蝶，在他和老人之间上下翻飞。他一下想起了爷爷，小时候爷爷对他说过，蝴蝶预示着好运将至，就像蟋蟀、蝈蝈、蜥蜴和四叶草一样。的确如此，就像你爷爷对你说的，这些都是好运将至的启示。老人说着，他居然能够看透男孩心中的想法。老人打开了遮在胸前的披风，男孩看见眼前的景象，深感惊讶，想起前一天他曾经见到过的发光物，老人竟然戴了一块缀满宝石的纯金的胸牌呀！看来他真的是一位国王，装扮成这副模样，大概是为了躲避强盗。给你，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将纯金胸牌中央镶着的一块白色的宝石和一块黑色的宝石取了下来。这两块宝石叫做乌灵和图明，黑宝石的意思意味着是，而白色宝石的意思意味着否。当你辨别不出预兆的时候，它们就能派上用场。你提出的问题永远要客观，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你要尽量自己拿主意，因为宝藏就在金字塔附近，你已经知道这个了。不过呢，你得拿出6只羊作为报酬，因为是我帮你做了一个决定。男孩把2块宝石放进包袱里，因为从今往后凡事就要自己做主了。不要忘了万物归一，不要忘了各种预兆的表达方式，不要忘了去完成你的天命。不过呢，分手之前我还想给你讲个小故事。好了，后面的故事我这几天会加班加点的剪片，下周会很快更新，订阅支持我一下吧，非常感谢。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获得了内在的勇气，将自己交付给了灵魂，迈向了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途。